中国经济就传来了让人心惊胆战的噩耗。2025年1至2月，居民累计新增贷款仅574亿元，同比暴跌86%。这数字一出，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惨烈万分。消费基本上是熄火了，内需直接趴窝，银行使出浑身解数，把消费贷利率砸到历史最低，连2.5%都守不住，可老百姓就是不买账。这不是经济有点冷，这是直接掉进了冰窟窿啊！你以为这只是表面数字吓人？再往深里挖，问题可比你想的要恐怖得多。中国经济这艘大船，眼看着就要触礁沉没，14亿人的饭碗都悬在半空，随时可能砸得稀巴烂。银行卷得头破血流，消费贷利率一降再降，连2字头的心理防线都快保不住。可惜老百姓捂紧钱包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背后是信心崩塌、内需断崖式下跌的血淋淋现实。今年开年，中国各大银行像是集体发了疯，把消费贷利率一压再压，恨不得白送钱给你花。3月上旬，苏州银行祭出年化利率2.58%的消费贷产品，直接刷新行业底线。大家以为这已经够夸张了吧？结果不到半个月，北京银行更狠，直接甩出2.5%的固定利率优惠券，甚至有客户爆料，最低能到2.49%。这速度简直是坐着火箭往下坠。财联社3月19日的报道让人瞠目结舌，北京银行的消费经一贷原本批给客户的年化利率是5.7%，结果一张2.5%的优惠券砸下来，直接砍掉一半还多。宁波银行也不甘示弱，他们的宁来花直接贷叠加内部优惠后，年化利率也能到2.49%，业务员还得意洋洋地说这可是市面最低。招商银行的闪电贷也不含糊，3月初推出2.58%的限时优惠，比上个月硬生生降了10个基点。浦发银行、平安银行更是跟风撒优惠券，前后半个月利率优惠幅度高达10个基点。这利率跌得有多夸张？2年前消费贷利率还能摸到10%的天花板，现在呢，直接摔到2.49%，连零头都不剩了。银行这是玩命在刺激消费啊，可惜效果呢，跟拿个水瓢去救森林大火差不多，老百姓压根不领情。内需不振这4个字已经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实打实的噩梦。再来看看硬邦邦的数据，2025年1至2月，中国居民累计新增贷款只有574亿元，同比下降86%。这啥概念？去年同期可是4100多亿元，今年直接缩水到零头都不够。消费贷款这块本来是指望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，现在倒好，连根毛都没剩下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1至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4.0%，跟去年的2位数增速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更别提消费者信心指数了。东方财富数据中心显示，2025年1月同比下跌1.57%，满意度更是暴跌4.60%。这说明啥？老百姓不仅对未来没信心，连现在的生活都觉得糟透了。再翻翻海关数据，2024财年，美国通过小额免税政策进口的货物总量达到14亿件，其中中国跨境电商占了大头。可到了2025年，跨境电商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美国那边政策一收紧，中国这边内需又拉不动，里外不是人。银行贷款利率降到2.49%，理论上利息成本低得不能再低，可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愣是没起色。银行净息差被压得喘不过气。中国银行研究院预测，2024年9月降息后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还会再跌0.2至0.25个百分点。可这又能怎么样？老百姓不借钱，企业不投资，再低的利率也是白搭。
这波消费贷利率大战简直是银行界的自杀式内卷。普华永道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早就说了，超70%银行家把个人消费贷款当成救命稻草，可现在这稻草都快被风吹散了。苏州银行、北京银行、宁波银行，一个个争着把利率压到最低，还得搭上优惠券、限时活动，生怕客户跑去隔壁家借钱。可结果呢？借贷需求疲软得像一潭死水，消费者信心低到尘埃里，银行再怎么哭着喊着求你借钱，老百姓就是不松口。业内人士一针见血，这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，是老百姓对未来收入压根没指望。谁敢借钱啊？工作不稳，工资不涨，房价还压在头顶喘不过气。有网友吐槽2.58%的贷款利率听着是香，可我连下个月房租都发愁，借了钱买啥？买个寂寞吗？还有人调侃银行这是把消费贷当白菜卖，可惜没人有胃口吃。这话听着扎心，可句句是实情。别以为这只是银行和消费者的游戏，这场内需崩盘的连锁反应能把整个经济链条拖进深渊。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数据显示， Temu、速卖通、Shine 这些平台上活跃的中国商家超过50万家，直接带动就业超200万人。可现在内需一倒，跨境电商又被美国政策卡脖子，保守估计30%的商家得破产或退出市场。这意味着啥？至少60万人饭碗不保。这还没算物流、仓储、包装这些下游行业的血泪账。再看宏观数据，国家统计局3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25年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.9%，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.1%， 乍一看还行，可跟过去动辄 8%、10% 的增速比，这点增长简直是毛毛雨。更别提房地产了，70个大中城市房价还在跌，居民财富缩水，谁还有心思消费？银行贷款暴跌 86%， 消费意愿归零，这哪是经济放缓，这是直接奔着硬着陆去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银行不是在降利率吗？政府不是有政策吗？别天真了，这点小打小闹连给经济止血都不够。中国人民银行的2024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，去年全年新增贷款超18万亿元，可今年头2个月就萎缩成这样，政策再宽松，能填得上这窟窿吗？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早就警告过，消费品价格一旦被迫上涨 15% 至 35%， 薄利多销的模式就得崩盘。到时候3块钱的袜子涨到4块，15块的智能手表变成20块，老百姓只会更不敢花钱。更别提监管的铁拳还没完全落下。知情人士爆料，美国商务部正酝酿更狠的招数，可能要求所有境外卖家在美国注册公司、交保证金，甚至公开供应链信息。中国电商这些年在政策漏洞里跳舞，早就让美国看不顺眼，现在人家要收网了，你拿什么挡？内需就不活，外部再挨一刀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2025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困难增多这么简单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危机四伏。消费贷利率跌到 2.49%， 银行卷得血流成河，可老百姓的钱包比冰块还硬。574亿新增贷款暴跌 86%， 内需熄火，60万人饭碗悬空，这哪是经济下行，这是直接奔着崩盘去了。中国商务部前几天还在喊支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，现在看来，这话跟喊口号救火有啥区别？说到底，这场寒冬才刚拉开序幕。居民没信心，企业没投资，银行没辙，政策没力，内忧外患一起上，中国经济的好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。